作为冷战时期最传奇的重型可变后掠翼舰载机 F-14熊猫的一生本应该是轰轰烈烈，杀敌无数，但在自己的本家美国海军航空兵之中，他却仅仅取得了5个成绩。我们也可以说，他根本没有经历过高强度的考验。但作为 F-14这一生唯一一个出口的国家，伊朗不仅使用 F-14 在两伊战争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作为目前仍然在运行的 F-14 机队，伊朗空军更是将 F-14 的潜力开发到了极致。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架神秘的波斯猫背后存在的奇闻异事。伊朗和 F-14 的缘分始于巴列维王朝，彼时伊朗还是一个世俗化国家，并且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之一。为了在中东制约和苏联关系友好的伊拉克和埃及，在上个世纪，伊朗几乎得到了一切他们想要的美制装备，包括 M48、M47、M60 坦克和 F5 虎以及 F4 鬼怪战斗机。在上个世纪，世界战机从3代机更新到4代机的浪潮中，伊朗的邻居也是当时最大的对手即苏联，获得了当时最先进的米格25战斗机。这种战斗机可以飞到 2.8 马赫，并且搭载有240远程空对空导弹，对伊朗空军造成了严重威胁。所以为了针对苏联这一举动做出回应，伊朗开始了新一轮的先进战斗机竞标。很显然，这轮竞标是针对于苏联的米格25战斗机做出的斗兽骑士的针对。因为 F4 无法拦截米格25，所以作为冷战对抗的最前沿，苏伊边境线几乎被苏军的米格25凭借着高空高速，米格25可以大摇大摆深入伊朗领空进行航拍侦察，而伊朗当时装备的 F5 和 F4 战斗机对它毫无办法。所以一种针对于米格25的战斗机是伊朗空军迫在眉睫的需求。在这轮招标中，麦道推出了他们的得意之作 F15 鹰战斗机。这种双发重型战斗机本就是美国空军针对于米格25这种超音速解析机所诞生的应对之法。而另外参与招标的，除了格鲁曼和他们的 F14 之外，还有 F16、F18 等，当时世界一流的美制战斗机。在彼时 F14 正在寻求对外出口，已经接洽了包括加拿大、德国和日本的空中力量，但毕竟这是一种专门针对于美国海军需求所特化的偏向于截击的重型战斗机，而且其独特的可变后掠翼结构也大大增加了它的维护成本。所以在当时 F14 的潜在海外客户并不多。为了夺取伊朗的订单，格鲁曼公司可谓是下足了功夫。但是巴列维这个老头可不是什么好糊弄的角色，他本人不仅是航空发烧友，他的儿子更是在美国完成了战斗机飞行课程，所以性能好坏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伊朗后，伊朗被允许获得美国最先进的军事科技。很快1973年，参与竞标的战机被确定为 F15 和 F14，因为中型的 F18 和轻型的 F16 被认为不能满足伊朗空军对于高空长航时制空的需要。7月，两个最终的对手 F15 和 F14 将在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进行飞行表演。届时，巴列维国王将亲临现场，并且当场拍板决定到底采购何种战机作为伊朗空军下一代主力。首先登场的是麦道的 F15 鹰，拥有2台 PW-F100 发动机的它，在飞行表演中展示了出色的机动性。看到在场的麦道的员工都以为这个订单几乎十拿9稳，毕竟是北美到目前为止最强的制空战斗机。但是麦道的员工虽然对自己的战斗机性能有所估计，但是他们却对人心没什么概念。看见 F15 的表现，格鲁曼的试飞员心都凉了。此时格鲁曼公司正处于破产边缘，如果伊朗的订单不能抓在手里，那么大家80%都得失业。所以格鲁曼的2个试飞员一合计，整出来了一个损招。他们让地勤只在油箱里加入了约 15% 的油量，这些油量只能让 F14 维持几分钟的飞行，可以说基本起飞就需要降落，如果控制不好，还可能因为没油直接趴在地上。但好处就是 15% 的油量极大地减轻了 F14 的总重量，这样孱弱的 TF30 发动机能产生更好的推重比表现。说干就干， F14 随即升空，然后油量告警灯就亮了。但好巧不巧，此时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上刮起了阵风， F14 的试飞员随即向着逆风方向飞行，并且调小机翼后掠角。在风的加持下， F14 展现出了难以置信的转弯半径，让巴列维国王看得热血沸腾。这样一种动力强劲的战斗机还拥有如此出色的机动性，这对于航空发烧友出身的巴列维国王来说是致命的诱惑。最终巴列维国王当场拍板买。
在订单确认之后，格鲁曼上上下下都开始忙了起来。一项被称为波斯王计划的军购项目被提上了日程。1974年1月，波斯王计划的一期被确认为伊朗将订购多达30架 F-14，与之搭配的424枚 AIM-54 远程空导弹以及飞行员的培训和后续机体维护保养的服务。但就在几个月后，有感受到大猫到底有多香之后，伊朗人马上追加了一笔订单。波斯王计划的总量几乎扩容了1倍，计划总额为伊朗将采购总共80架 F-14，配套的714枚 AIM-54 导弹，以及为期10年的备件、发动机大修和更换，完整的对空对地武器包，后续升级以及最夸张的基础设施建设。没错，为了迎接波斯猫的入驻，伊朗人甚至专门为他们建了一个猫窝，即伊朗伊斯法罕附近的哈塔米空军基地。而以此为基础扩展的伊斯法罕沙希德贝赫什蒂国际机场，至今仍然是伊朗最重要的国际航空交通枢纽。如此大手笔的采购也足以见得伊朗对于 F-14 的重视，而 F-14 的表现也没有辜负伊朗人的期待。1976年1月，第一架 F-14 战斗机抵达伊朗，随行的还有配套的机械师、工程师以及飞行员。而这架抵达伊朗的战机也并非什么外贸阉割版本，美军仅移除了战机上美军自用的机密设备，而其他部件一概保持原样，可谓诚意满满。次年，第一批12架同规格的 F-14 正式入驻哈塔米空军基地。在格鲁曼飞行员的手把手教学下，很快伊朗的 F-14 机队获得了完备的作战能力，其配备的 AWG-9 雷达以及 AIM-54 导弹可谓是对付苏联飞机的杀手锏。AIM-54 主动雷达导弹的特性可以让 F-14 同时对最多6个目标交战，并且在发射导弹后快速脱离，有着完美的1打多的能力。并且它的射程也远超当时任何一种半主动雷达制导导弹，可以和米格25的 R40掰一掰手腕。而且 AWG-9 雷达强悍的性能也是伊朗空军最喜欢的一点。对于 F-15 来说，这是一种适用于北美环境的战斗机，在战斗时它更多的依赖于预警机和地面雷达的信息。而对于伊朗来说，多山的地形导致雷达网建设相当困难，而且因为山地的存在，而且雷达下视盲区相当大，穿山进来的战机能把建设完备的雷达网走得千疮百孔。而 F-14 在出生时就考虑了单打独斗的环境，在航母上预警机能提供的信息相当有限，在1-2引导 F-14 捕捉到目标后，剩下的一切工作都要交给 F-14 后座的雷达操作员以及那部强大的 AWG-9 雷达，这就让猫强可以独立运作，这也是其相对于鹰强最大的不同。很快 F-14 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实战拦截。1977年，一架苏联的米格25像往常一样试探性靠近边境线，伊朗立即出动 F-14 进行拦截。在高空没有杂波的情况下， AWG-9 凭借强悍的性能轻易锁定了米格25，将其逼退。随后作为回应，1977年8月，伊朗 F-14 机组发射了一枚 AIM-54 导弹，成功击落了一架在15240米高空的 BQM-34E 靶机。得到了这个消息的苏军立即暂停了米格25在伊苏边境的挑衅。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飞机在这种情况下能达到如此的遏制效果，而 F-14 做到了。他成功地证明了自己不仅是一型成功的舰载机，还可以是一型成功的空军战斗机。但非常遗憾的是，一项改变波斯猫的大事件即将要来了。在成功拦截米格25的喜悦尚未散去之时，伊朗就迎来了巨变。1979年，伊斯兰革命终结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作为极端反西方的政府，新的伊朗宗教政府武断地切断了一切和欧美合作的武器订单，其中也包括 F-14 的维护、保养和武器。更致命的是，忠于前政权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27名伊朗 F-14 飞行员，也随着巴列维王朝的垮台一起跑路。为了不让这些先进武器落入反美武装的手中，格鲁曼的机械师们在全部撤离前，还尝试破坏了约16枚 AIM-54 的电路。但一些忠于霍梅尼的机械师还是尝试修复了这些设备，并且让导弹再次投入使用。很快，在巨变之后，1980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由于伊朗宗教政府早就切断了与提供飞机维护的格鲁曼、提供武器的休斯以及提供技术支持的美国海航的联系，因此巴列维王朝斥巨资购买的 F-14 机队在战争伊始基本上是不可用的状态。当反制米格25的武器失效之后，米格25自然又卷土重来，只不过这次不是苏联的米格25，而是伊拉克购买的米格25 PD， 并且更辉煌的是，目前已知的所有米格25空对空击落记录都是由伊拉克的米格25达成的。凭借着 2.8 马赫极速，米格25 PD 对上伊朗空军如入无人之境，给伊朗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于是他们又想起来了放在机库里的那些熊猫。但不幸的是，因为霍梅尼政府对于这些宝贵战机的不重视，
截止战争开始时，伊朗空军只剩下77架熊猫，并且全部处于停飞状态。他们设法聚集起60名飞行员以及24名雷达拦截官，总算先恢复了一部分的战斗力。而因为放置太久导致零件损坏的 F-14，地勤人员设法通过拆解其他 F-14上的零件，更换损坏零件的方法，让至少一个中队的 F-14恢复了可以战斗的状态。如今伊朗的 F-14机队还能在两伊战争中发挥作用，首先就要感谢被他们推翻的巴列维。因为当时巴列维和他的参谋们详细地论证了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军队的表现。他们发现，如果不是因为美军在赎罪日战争中不断地给以色列输血，尤其是在航空武器和备件方面，那么以色列很有可能撑不过赎罪日战争。在这一经验的指导下，巴列维才追加了更多的 F-14作为备用机队，以便在未来的战争中，在高强度的消耗中，伊朗空军依然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战力，而不会被打得满地找牙。1981年，恢复一定战斗力的波斯猫开始投入两伊战争中。一开始，这些宝贵的作战飞机并不被当作一线战斗的生力军，而是被作为临时的预警飞机使用。因为 AWG-9 可以在更远处捕捉到伊拉克飞机的信号，并且引导己方飞机进行躲避或者进攻。而且，之所以波斯猫不能参与一线战斗，还有一点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缺乏具体的航空武器。两伊战争早期 F-14可以使用的导弹只有 AM-54 不死鸟，这是因为巴列维王朝垮台的太突然，格鲁曼的工程师还没有整合麻雀和响尾蛇，所以一旦波斯猫必须参加战斗，他们也被上级严令必须在远距离发射不死鸟导弹，因为战机严重缺乏中距离甚至近距离的导弹。但战况并不是回回都如意。据伊朗的报道，在空中格斗中 AM-54 的发射距离甚至被压缩到了19公里。但即使是这样，这种重型空空导弹也完美地执行了任务，把目标炸了个粉碎。而且因祸得福的是，这种不死鸟 ONLY 的打击模式让伊拉克空军造成了极大的恐惧。伊军的飞行员在听说有波斯猫出动后，甚至会出现拒战的情况。因为当时伊军所装备的主力制空战机米格23在 F-14的面前基本上就是不死鸟的饲料，而伊军最依仗的米格25和 F-14的交手也只能说互有胜负。但因为米格25的高速，所以击落这样的目标并不容易，更多的时候伊朗飞行员也只能使用雷达进行照射，从而逼退伊拉克的米格25。根据记者汤姆·库珀的研究，伊朗人声称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 F-14可能击落了10架米格25，但具有争议的是，伊拉克只确认了3架米格25损失。目前最可靠的战果是1983年6月，阿卜杜拉·法拉杰·穆罕默德上校驾驶的一架伊拉克米格25A 被伊朗 F-14A 击落。虽然对米格25的战绩不好确认，但是伊朗 F-14却切实地击落了相当数量的伊拉克战机。根据汤姆·库珀和法尔扎德·毕小普的研究，伊朗声称 F-14在两伊战争期间击落了至少160架伊拉克飞机，包括58架米格23、33架幻影 F1、23架米格21、23架苏22、9架米格25、5架图22、2架米格27、1架米24、1架达索幻影5、1架图16、1架超黄蜂直升机以及2架身份不明的飞机。尽管 F-14及其机组人员在对伊拉克战争期间面临的各种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缺乏预警机、空中指挥和地面控制拦截的支持，但事实证明 F-14在战斗中取得了成功，并且在两伊战争中 F-14还催生了一系列的王牌，其中的佼佼者是伊朗飞行员加里尔·赞迪，他拥有11个被确认的击杀，这个战绩也是现代空战中击杀最多的那一批王牌的佼佼者。但这就是波斯猫的终点了吗？并不。在两伊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伊朗一直在寻求为自己的 F-14机队进行维护和升级。但由于美国对于零件的制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伊朗的 F-14A 机队都处于半数飞机完全无法出动的情况之下，并且由于两伊战争的损耗和部件的老化， AM-54不死鸟这个 F-14最核心的导弹也处于不确定的可靠性状态。而且因为美军内部向伊朗走私 F-14零配件的情况切实存在，美军也一咬牙一跺脚，让 F-A-18成为了自己航空母舰上唯一的制空战斗机。剩余的所有 F-14在被退役之后全部被销毁而非封存，这也直接限制了伊朗通过各种手段持续维护自己的波斯猫机队。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在逆向工程解决一部分零件问题之后，伊朗自研的 F-14武器也随即提上了日程。由于缺少现成的远距离空空导弹弹体，伊朗工程师们将霍梅尼时期 MM-23 英式防空导弹经过改装之后装在了 F-14上面。因为 MM-23 本来就是一种半主动雷达制导导弹，想要让它准确命中目标，只需要让导弹可以识别 AWG-9 回传的目标信号。很快，一种新的超远程半主动空空导弹被挂载在 F-14上，
由于 MIM-23 是被设计为在地面发射，攻击空中目标，所以为了克服地心引力，它的动力段又长又强劲。当它在空中平台发射时，就成为了一种极其可怕的超远程空空导弹，其有效射程约为150公里。这种由英式导弹改装而来的半主动雷达空空导弹被称为投石。而当伊朗经过一段时间发展，破解了 AM-54 不死鸟的主动雷达导引头技术之后，他们就在投石的基础上更换了全新的雷达导引头。新的主动雷达弹被称为思想90。这种导弹继续保留了投石的射程，但使用了和 AM-54A 性能基本相同的主动雷达导引设备。虽然由于 MIM-23 弹体的设计缺陷，导致末端弹道对于高过载目标有着会被机动甩脱的问题，但总的来说，在中东环境下，除了 AM-120 以及 R-77 这种新一代主动雷达弹之外，思想90的性能已经足够压制还在使用半主动雷达弹的其他国家战机。除了投石和思想90之外， MIM-23 在 F-14 上还有另外一种改进，主要是因为当时巴列维时期采购的英式导弹实在是太多了，再不用过期了就不好了。这种改进主要是对地攻击改进，改法相当绿皮，充满了随心所欲的味道。它使用一枚每制750磅横弹作为弹头，而后部推进则继续使用 MIM-23 的弹尾，这样的组合被称为亚希尔。而且 MIM-23 的弹尾依然保留了气动控制面，很可能亚希尔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火箭弹，或许可以通过雷达或者光电设备进行有效的引导，作为一种导弹发挥作用。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没有备件的飞机，即使伊朗人再想方设法要维持波斯猫机队的运转，但它的退役依然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早在2023年就有消息传出，伊朗将采购俄罗斯苏35。当这种先进的4代机到货之后，波斯猫机队的消失也并不是一件难以预见的事情了。